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今天的视频咱们总结一下昨天第3届 Meta 快车游戏展会的热点。抛去快车3的突袭亮相，老实说，整个游戏阵容下来，如果你单纯只是从个人的喜好度出发，你会觉得多少还是少了点意思。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主打 VR 一体机游戏内容的视频博主来说，倒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假如你是从游戏取材分类的角度去观察 Meta 整体游戏内容布局，就会发现实际上是面面俱到、多点开花的。比如说，你会看到有 Meta 自家独占的游戏大作和知名的3A 游戏 VR 版，以及多部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 IP 的 VR 游戏化，当然也包括惊喜的老游戏被 VR 化重置，还有各种原创独立 VR 游戏的不断诞生。这都是 VR 一体机游戏市场生态已经迈入正循环的有力证明。那接下来咱们就挑几个重点游戏来聊一聊。第一个当然是由 Century Games 蛰伏近4年带来的 ARPG 鸿篇巨制《阿斯加德之怒2》。这款快车独占游戏，无论是从内容体量、制作水准还是玩法机制，都将 VR 一体机的游戏标准又推到了新的高度。而它的前作也是半条命埃里克斯诞生之前少有的能真正称得上3A 级别的 VR 游戏之一。当然，大家可以放心的是，你在玩《阿斯加德之怒2》之前，没有必要刻意去补第一部，因为开发者直接在主线剧情里内置了第一部的游戏回顾。续作有着更庞大复杂的故事脉络，你会完整的体验如何在北欧神话背景下，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神升级为宇宙守护者，穿梭于各个神秘世界，寻找自己的导师洛基。其中 VR 玩家光完成主线剧情就需要花掉至少60小时。这还没有算上带有 roguelike 风格可无限重玩的神秘裂缝模式。由于这款游戏只有 VR 一体机版本，我只是好奇我们得需要多大的内存空间才能把这款游戏安装进快车2和快车3。要知道阿斯加德之怒的第一部在 PC VR 上的容量是达到了125GB。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VR 一体机游戏的容量逐级的升级庞大，也是在表明游戏内容的不断进步。昨晚除了一款游戏预告， Meta 专门还为阿斯加德之怒2制作了开发者日志和圆桌会谈，谈论了非常多的游戏细节，所以之后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款游戏。而在这款游戏的本体之外呢， Meta 也是终于证明了一次自己所收购的游戏工作室确实有着更高一层的开发实力。这也是他旗下的众多游戏工作室被接连收购后推出的第一款 VR 一体机大作，希望后续其他游戏团队也能接过这个大旗，给我们带来惊喜。那第二个必须要提的当然是刺客信条 VR。 作为2020年首度官宣的知名跳票大饼，今年终于是要跟大家见面了，只是具体的细节要等6月10号的育碧游戏发布会才能见真章。这很有可能意味着刺客信条 VR 是育碧自己做的，而不是像生化危机4 VR 一体机版那样是由 Meta 找其他工作室代工，同时也代表着不是快车独占的机会也相当的大。一切的答案呢，咱们还是要耐心等待12号才能知晓。不得不说，比起荣誉勋章和狙击精英，刺客信条 VR 的知名度代表着的是老牌3A 级游戏 IP 登陆 VR 一体机的一次先驱表率。有一就会有二，对于未来这种级别的 VR 游戏当然是要多多益善。至于生化危机4 VR 一体机版以及 GTA 圣安地列斯 VR，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它们划入经典老游戏 VR 重置化的列表里。因此这次 Meta 快车游戏展会也是首发了2011年的单机游戏作品子弹风暴 VR 化的消息，一款主打第一视角技能射击的动作游戏。很多人都说子弹风暴是被过分低估的游戏佳作，10年来默默期待续集，没有想到等来了 VR 化，可以亲自体验一下一脚踢死一个敌人的爽快了。子弹风暴 VR 将由之前绿色地狱 VR 化的 Incuvo 游戏工作室制作，这已经是他们2度接手这样的制作任务，因此在这样的游戏路线上，我们看到已经上了正轨，意味着把老游戏进行 VR 化重置是得到了现实验证的，并将成为一种共识被延续下去。我之前说过，老游戏 VR 化移植可以简单的看成是 VR 一体机性能的比例尺。在快车2上，我们已经有《鬼灭战士3》、《雷神之锤4》这些04到06年的游戏作品被强行移植的先例。虽然这次子弹风暴不是硬移植但作为定向复刻优化的游戏，也是把时间尺度拉到了10年到11年之间的主机游戏。之前有传闻说 Meta 有意愿把《使命召唤》带到 VR 一体机，如果项目成型，作为参考，使命召唤4和使命召唤5分别是07、08年的游戏，再发上下四维，07年还有生化奇兵1， 09年更是诞生了求生之路2。可以想象，未来只要高通再争口气，这些游戏 VR 化就只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而不是硬件性能能不能顶得住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进击的巨人 VR》坚不可摧，在游戏展会上公布的主视觉和概念 PV。虽然不是实际画面，但将会还原漫画里使用立体机动装置猎杀巨人的场景，显然是必然的。而且民间玩家自制的《进击的巨人 VR》游戏也都已经有好几个了。目前已知除了会有单人游戏和合作模式外，没有更多的信息爆出。不过有一点很明确的是，将热门日漫改编成 VR 游戏，一直是有着非常高的玩家呼声，就像很多人心心念念的认为应该有游戏王的 VR 游戏。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日常游戏商在 VR 游戏市场里的领域占比依然还是很小的，所以很是希望这次的《进击的巨人 VR》的游戏成品能带一个好头，吸引更多的漫画 IP 关注到 VR 游戏市场。除了日漫 IP， 这次的另一个跨圈热点游戏就是网飞爆款剧《怪奇物语》的同名 VR 游戏。这次的预告片完整的展示了游戏里天马行空的画面，充满了风格化的美术效果，而且游戏剧情也很有创意的进行了颠覆。VR 玩家将扮演剧集中的反派，利用心灵感应的力量入侵小11的梦境和记忆，实现对原版剧集的角色们进行思想占领。像意识流的设定，在 VR 游戏里用具象化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还是非常的具有想象力的。在去年快车游戏展会上就官宣了的《捉鬼敢死队 VR》，这次也是更新了开发近况。原本以为它应该是能马上上线的，结果也是一拖再拖。不过至少你会发现，它跟《怪奇物语》两部作品同样都是影视剧 IP， 并都在2届游戏展上有着不小的存在感。另外就是大家别忘了 Meta 去年收购的游戏工作室 Camouflage， 除了悄无声息地完成了钢铁侠 VR 的 VR 一体机移植工作，据说现在他们正在着手开发蝙蝠侠的 VR 游戏。而在此之前，也已经有2款的 VR 星球大战主题的游戏已经在快度上架了。不得不说，影视 IP 的 VR 游戏项目自带联动宣发效应。如果将来迪士尼之类的版权大厂能愿意把自家的诸多项目都能拿来合作定制专门的 VR 体验，相信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昨天我们还看到世嘉出品的第一款 VR 游戏《伤疤沙锤》，这款起源于1999年日本街机厅的音乐节奏游戏，23年后终于来到了 VR 一体机的平台。VR 玩家将可以把自己的 VR 手柄当成虚拟的沙锤，随着40多首风靡全球的热门歌曲尽情摇摆。随后还会有更多的曲包会以 DLC 的形式更新添加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多人模式下的世界派对里，你还可以和全球地区的最多8名玩家一起同场尬舞，乐趣非凡。而对于世嘉，虽然众人皆知，当年任天堂出了一款名为 Virtual Boy 的 VR 装置，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同时代的世嘉当时也在开发相似的世嘉 VR 产品，只不过后来2家都因为种种原因搁浅了探索 VR 的进程。现如今，世嘉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 VR 游戏，也是期望后续能看到更多世嘉出品的作品能够以 VR 游戏的形式出现。此外，这次 Meta 快车的游戏展会还囊括了其他诸如体育、恐怖、密室解谜等多种游戏类型，下期有时间我可以再跟大家详述。总之，纵观以上各种 VR 游戏所代表的游戏选材类型，它们都有非常广大的延伸，而且很多会跟其他圈层有所联系，联动起来又会有破圈效应。同时我们要明白，它们只是 Meta 生态内容方向的其中一个游戏，只是它们刚好开发进度对上了现在的发布会时间点。就比如说子弹风暴 VR， 你可能之前没有玩过它的原版，但它的存在就代表着后续会有其他的多年老游戏被移植到 VR 上。你或许并没有看过怪奇物语或者进击的巨人，但是 Meta 可能后续在影视和动漫 IP 的 VR 游戏化项目规划里就有你最喜欢的作品。所以还是那句话， VR 未来的发展只有入口没有进口，大家要保持期待，耐心等待。总之该来的一切都会慢慢来的。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要陪着 VR 成熟。楼顶 VR 加入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